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劉振峰生活頻道。我哋上次咧就講咗流年百歲圖啦，今次我哋就講下喺百歲圖裏邊14個好重要嘅部位。呢14個部位咧就構成咗我哋面嘅中線。睇相嘅第一步，一定要學識睇中線，因為當你熟悉咗中線之後，就可以觀察一個人嘅思想、行為、言語舉動，係面上最重要，亦都係首要嘅部分。呢條中央線覆蓋個14個部位呢，我哋叫做中央14氣勢，包括火星、天中、天庭、司空、中正、印堂、山根、年上、壽上、絕頭、人中、水星、成章同埋地角。睇啲中央14氣勢呢，仲可以睇到一個人嘅家庭環境啦、學業啦、婚姻、工作態度、財富、晚年運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我哋視為睇相裏邊最基本嘅一環。首先呢，我哋睇下火星同埋天中。一般嚟講呢，火星嘅位置就喺頭髮啱啱發嘅界線嗰個位置。但係呢，有啲人如果頭髮生得太低，或者有美人啄嘅話呢，火星就會隱藏喺頭髮裏邊啦。天中呢就喺火星之下，即係呢啱啱發腳嘅外邊啦。火星代表係15歲，天中係16歲。而歲數計算嘅方法咧，大家要留意。我哋睇相咧都用所謂虛齡嘅，咁啊大家簡單就加1歲，其實咧就係加10個月先啱，因為佢係計算咗咧喺懷胎10月裏邊嗰10個月計埋落去嘅，即係話咧你出世之後過2個月咧就叫做1歲噶啦。不過咧唔緊要，我哋就咁當虛齡加1歲先啦，簡單啲。火星同埋天中呢個位置，咩叫生得好呢？要生得夠高、夠闊、夠飽滿，即係少脹卜卜嘅。最好冇頭髮遮住，冇文侵字破，咁呢就會代表呢2年，即係15、16呢2年呢，學業同埋其他事情呢都會好順利嘅。相反啦，如果火星天中有文侵字破，咩叫文侵字破呢？即係有啲墨生咗度，有字生咗度啦，或者啲文呢橫遮住，或者呢係美人啄有頭髮蓋住嘅話呢，就代表學業運唔好，考試唔順利，甚至呢會一早就要踏足社會同學校無緣。但係呢，就算火星天中生得唔好，咁有啲人都會但係佢都讀到書嘅喎。點解呢？只要額頭其他部位生得飽滿嘅話呢，其實呢就代表你15、16歲嗰陣呢要去做暑期工，或者轉學校，甚至去出國留學嘅啫。所以喺現代嚟講呢，天中火星生得唔靚，只要其他部位生得靚，問題都唔大。咁呢，講開我哋講開火星會俾美人啄遮住啦。我哋講下美人啄先。美人啄呢，古代有美人啄係好嘢嚟嘅喎。點解呢？因為古代不論男女，15、16歲咧係人生重要嘅階段嚟嘅喎。男嘅就可以出外讀書考功名，女嘅呢就係談婚論嫁啦。咁出外考功名即係停咗呢個學業去考試啊嘛，咁咪好咯。女性談婚論嫁有美人啄啄住呢，咁呢你就有變化，唔去讀書啦，咁呢就去結婚咯，都係好事嚟嘅喎。如果古代咧冇美人啄嘅話咧，就代表嗰個期間咧係揾唔到如意郎君，即係過幾年咧咁，尤其是古代啦，過咗年紀咧就好難再嫁噶啦，咁咧就容易鴉角終老啦。所謂而家呢個時代唔同啦，通常人都比較遲婚，而家邊有人15、16歲結婚㗎？所以咧通常有美人啄嘅話咧，代表早拍拖或者早失身嘅啫。另外男性嚟講，美人啄咧都係有一個克父嘅記認嚟嘅，通常有美人啄嘅人咧，就與父無緣，記住咯喎。同埋一樣嘢要提下嘅就係咧，除咗頭髮遮住咧，有時啲女仔咧會有啲毛生落嚟嘅，咁嗰啲毛係生唔長咁樣會遮住咗嘅喎。呢啲咧我哋叫做鳳毛額上角。咁咧鳳毛額上角同另一種相叫黃毛額角旋咧，呢種淨係女性先會出現嘅相法咧係有啲唔同嘅。咁之後我哋詳細講額頭先會講。以前嘅人咧，我哋如果有鳳毛額上角，即係啲毛喺度永遠生唔長黃毛咁樣嘅咧，叫做丫鬟命或者妾侍命。有呢種毛嘅人呢，不適宜早婚，因為你早結婚呢，老公會有再娶之象。咁如果喺現代嘅話呢，通常就會離婚噶啦。一般過咗30歲之後先結婚呢，如果你有鳳毛額上角啊，過咗30歲之後先結婚呢，離婚嘅機會就可以比較少，就可以避免咗佢咯。講完火星天中，我哋跟住講下天庭啦。天庭就喺天中下邊，代表19歲。天庭咧係代表一個人有冇貴人助力。如果你嘅天庭生得飽滿，拱起咗咁樣嘅，而且咧冇文侵字破，除咗代表你細個讀書運好之外咧，
代表容易有貴人去幫你，容易得到長輩嘅提攜，尤其是30歲之前，即係厄運，容易得到長輩上司嘅幫助，步步高升，容易少年得志。相反啦，如果天庭凹咗入去，或者文侵字破呢，代表喺命裏邊咧就好少有貴人扶持，尤其30歲之前，往往好多時候做嘢咧都要親力親為，容易事半功倍，同埋學業上邊有阻礙。不過現代嚟講咧，好多時候靠自己拼搏咧就唔係太緊要嘅。跟住咧再落啲司空中正嘅位置啦，大約咧司空就係額頭正中位就係司空。有啲人咧會喺司空位咧同個眉骨上邊咧條橫嘅凹坑喎，就代表咩咧？25歲嗰年容易有感情變化，唔係失戀就係結婚。如果早結咗婚，嗰年就有機會離婚啦。不過咧，以現代人嚟講啊，25歲結咗婚或者去結婚嘅機會其實都唔大嘅，一般咧都係失戀比較多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見到有啲朋友咧，28、9啊、30歲咁咧，你見到佢呢個位係有條橫坑凹咗咧，就可以問下佢25歲係咪失過戀喎？通常咧10個都中9個嘅。跟住啦，我哋講下中正，中正就係司空下邊，印堂嘅上邊就係啱啱代表25歲噶啦。司空、中正呢兩個位置咧，就代表22去到25歲之間，啱啱加喺上邊咧，我哋就叫官祿宮，係代表咧以前有功名嘅時候，即係可以考功名考官嘅時候咧，司空同中正咧係好高嘅官位嚟嘅喎。司空係僅次三公啊，好高嘅官位嚟㗎。如果官祿宮生得夠飽滿，代表功名在望，即係話咧做政府工係掂嘅。如果官祿宮生得唔夠飽滿，凹咗落去，或者有文有字，有文侵字破，咁咧通常做官咧都唔會得到官祿，即係做得唔成功嘅。以現代社會嚟講咧，官祿宮生得唔夠好，代表好難喺大機構或者政府機構裏邊掌權，因為以前最大嘅機構就係政府啦嘛。咁而家好多機構富可敵國，好勁噶嘛。咁所以咧都計埋喺裏邊。不過就算官祿宮生得唔靚，可以靠二路功名可以去成功嘅，因為官祿宮咧係代表文職嘅啫。咁咧如果要二路功名係點解咧？二路功名咧就係話唔係做文職啦，要靠武職，即係軍人啊，做紀律部隊嗰啲啦，或者咧成日要跑動嘅，唔係坐喺度慢慢做嘅，都可以屬於武職嘅。咁咧官祿宮唔靚咧，就可以向呢啲職業發展咯。另外仲有一樣嘢，官祿宮生得唔好嘅人咧，可以創業，因為咧唔屬於大機構，可以靠自己創業去試下。同埋一般嚟講咧，你做嘅工作咧，同你22至到25歲所學嘅嘢咧唔同咧，就容易成功啦。咁一般22到25咧就係大學，即係話咧有啲而家有啲好成功嘅人咧，就官祿宮生得唔靚嘅，咁咧就係大學嘅時候咧，直情辭學唔讀佢原本個科，做其他嘢反而會成功嘅。咁好多名人都係咁啊，你得閒留意下啦喎。跟住咧，我哋講下印堂啦。印堂啱啱係兩個眉中間嘅位置，代表28歲。印堂喺成個面相裏邊咧，同我之前講嘅眉同埋眼，我分別有講過片㗎，大家得閒可以睇下喎。咁咧，印堂眉眼佔一個好重要嘅位置。印堂又叫希望之宮，係代表一個人嘅積極性同埋消極性嘅消長，即係話咧一個人積極同消極咧就好睇印堂嘅。咩叫印堂好咧？印堂生得飽滿，冇文冇字，同埋冇眼眉生喺入邊，即係冇眼眉毛生入去，最好加埋冇美人啄，就叫一個完美嘅印堂啦。有所謂眉心闊就大快活，即係呢個生得夠闊就大快活，就好開心嘅人。印堂生得靚咧，代表個人樂觀、活躍，容易適應新環境同新事物，亦都代表佢嘅願望容易成功，即係一個心態比較好嘅人嚟嘅，容易做嘢成功嘅。相反啦，如果印堂凹咗入去嘅，或者有文侵字破，或者有美人啄住個印堂咧，就代表個人比較悲觀，難適應新環境。印堂唔好嘅人咧，就唔係好適宜企喺前邊做嘢，即係唔適合做幕前或者企喺公司最前面講嘢嗰啲人，適合做幕後嘅工作，即係要埋頭苦幹嗰啲咧先至啱佢，所以咧就比較慘嘅喎。另外咧，好多人以為咧啲眉毛啊，即係一字眉啊，或者兩條眉插咗個印堂嗰度咧，係代表小氣，其實係個誤解嚟嘅。佢係唔係小氣，係固執，佢對任何嘢都放唔低，無論工作又好，家庭又好，容易將工作上面嘅挫折帶翻屋企，屋企裏邊嘅唔開心帶咗去工作，所以咧因為太執着，成日容易俾人覺得佢小氣咁解啫。其實咧，
微侵印堂咧，或者有痣有破有紋侵痣破咧，都係講咧俾人固執，做嘢咧放唔低。咁咧頭先我哋講咗呢啲閘部位咧，都係屬於前額嘅部位，就代表15去到30歲睇嘅嘢咧，主要係父母同你嘅緣分啦、學業、思想、先天嘅智慧等等，係一個人成長嘅階段啊。我哋呢個位置叫上庭。講完印堂咧，我哋就落嚟山根呢個位置啦。山根就係其實兩隻眼中間畫條線，跟住鼻嗰個交加點就叫做山根啦。大家唔好搞錯，山根係代表41歲。我哋嘅歌訣有講山根路遠就41。咁咧，如果山根裏邊有紋侵痣破嘅話咧，就代表呢個人容易離鄉別井。另外咧，山根呢個位置對男女嘅婚姻方面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啲好決定性嘅嘢嘅。如果山根太低，代表男性克妻。咁以前咧，克妻即係個老婆會死啦，咁而家係通常離婚嘅啫。尤其是邊啲年份呢？當你20歲、29歲、38歲、41歲同埋49歲係特別容易發生嘅。女性方面咧更加重要啦，因為女士嘅鼻咧係用嚟睇一個佢嘅老公好壞同埋吉凶嘅。如果山根女士生得太低嘅話咧，我哋叫繼室命。繼室命咧即係個老公係第2次結婚嘅，再娶先至同你結婚嘅，叫繼室命。如果唔係你係第一次個老公係第一次同你結婚嘅咧，我哋叫克夫命。通常係講咧唔理老公嘅。咁但係以前咧就克夫命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山根低咧係代表咧個女士結完婚之後出嚟都要做嘢，捱生捱死好辛苦嘅。咁以前咧通常個老公死咗先會發生呢啲事噶嘛。咁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咧，咁女性好獨立嘅，所以咧結咗婚之後出嚟做嘢咧都會山根低嘅，即係話冇辦法有丈夫去幫到你，使唔到佢嘅錢啊，享唔到夫福。如果山根相對啦，生得太高嘅話咧，就代表個人自視過高、獨斷獨行，同埋咧好難同人相處嘅。喺男性上面咧就冇乜大問題嘅，因為男性可以好獨立做嘢都冇問題噶嘛。但係如果女性生得山根比較高嘅話咧，就可能咧就好難嫁得出去啦，同埋咧就冇乜知己朋友嘅。而且咧通常咧就開始中年就會孤獨，直到去晚年嘅喎。咁但係咧婚姻唔好，有冇方法破解咧？係有嘅。女士如果山根生得太高嘅話咧，解決方法異路姻緣、異國姻緣同外國人結婚啦，包括唔同國籍都計㗎。而家喪偶即係第2次再婚啦，都計嘅。或者男仔比女仔大超過10年，或者女仔大過男士，都叫做異路姻緣。咁你可以留意下咯。如果想整體好嘅話咧，其實山根咧就唔適宜生得太高或者太低，恰到好處，最好直直平平就 OK 啦。另外咧，山根個特點佢會代表上庭，即係頭先嗰個上庭30歲之前你所做嘅嘢、創嘅事業、儲嘅錢，或者早任即係屋企阿爸阿爺剩落嗰啲錢，可唔可以過渡到去40歲，即係中庭呢個位置之後？如果山根有凹陷或者嚴重嘅紋侵痣破，通常代表財富不能過渡，即係30歲嘅錢過唔到落去後邊，通常咧就顯示有破產嘅危機嘅喎。咁你要留意下咯。跟住咧我就講山根下邊嘅年上壽上，年上咧就代表44歲，壽上就代表45歲喎。呢個兩個位置好易揾嘅，就係你個鼻咧有硬骨同軟骨交界噶嘛，突突地出嚟呢個位置咧就係年上壽上，年上就係上邊，壽上就係下邊嘅。呢兩個位置加埋一齊咧叫做疾厄宮，就係睇你有冇疾病同埋厄運嘅地方。咁點睇咧？首先可以喺氣息上面睇，當年上壽上咧出現啲黑黑瘀瘀嘅顏色咧，代表咧如果年上即係上邊黑咧，代表屋企裏邊有人病；壽上即係下邊呢個黑咧，就代表自己有病喎。另外咧有啲細路仔咧出世嗰陣咧就會有條青筋啊生喺呢個鼻梁位，即係年上壽上位咧，就代表個小朋友咧容易有病喎，要大人如果係咁咧就要留意下咯。如果大人突然間鼻梁出現呢個青筋咧，通常係講你有頭痛嘅。呢兩個位年上壽上最好係平整，即係平啦，唔好露骨，冇痣、冇紋侵、冇橫直紋，夠高就叫做好啦。年上壽上個位置如果有骨突出、骨折，即係師傅都有少少嘅。男命咧就冇乜事嘅，即係代表個人咧勇猛進取，性格咧比較衝動嘅啫。但係如果係女性嘅話咧，問題比較大啦。
女性通常有被折嘅咧，代表疑心重，尤其喺男女相處方面咧，成日都會懷疑佢個伴侶嘅，即係話佢個伴侶可能OT 做得嘢啊，或者好忙冇覆佢電話咧，佢就會疑生咁鬼，就覺得佢咧可能搞三搞四啊，同其他女仔約會咁。咁咧最大問題咧，佢心裏邊咁諗咧係唔會講出嚟嘅喎，久而久之咧就加埋啲幻想咧，就當咗個事實咁，就影響到佢同伴侶之間嘅關係。最後咧，通常都係容易分手收場嘅。所以我哋一般視女士有鼻骨突出嘅話咧，視為感情唔好嘅信號，姻緣運唔好嘅信號啊。如果臉上、手上位置有痣嘅話，就代表一個人容易有疾病纏身，亦都咧係克夫或者克妻嘅記號嚟嘅喎，你要留意咯。臉上、手上如果橫紋啊，打橫嘅，代表咧喺大約嗰個時候咧就容易惹到官非或者牢獄之災。如果係直紋嘅話咧，就不論男女，代表婚姻或者配偶身體出現問題，同時亦都係離鄉別井嘅記號嚟嘅喎，要留意啊！臉上、手上即係呢個被折位，如果凹陷，女士代表夫運唔好，即係咧老公唔好嘅。我哋通常就係妾命啊，咁咧一生咧就比較多咗就係妾命咧，即係話你可能係二奶，或者你老公會包二奶，就好難揾到好老公嘅。如果男士臉上、手上低陷咧，我哋叫不貴，即係唔係貴命嚟嘅。如果面圓圓嘅話咧，都仲好，平平穩穩啦。如果咧配一個尖窄嘅長嘅面，加埋臉上、手上係低陷嘅話咧，通常個男士咧一世都貧苦無運啊，比較慘嘅。跟住咧，我哋講到鼻頭呢個位就係48歲，咁咧個字係寫準頭，其實讀絕頭。咁咧絕頭或者係是但啦，冇所謂啦，大家叫開就叫準頭啦。即係鼻頭位代表48歲，咁咧佢亦都代表30歲去到50歲一個財運嘅表示嚟嘅，可以睇到人一個人偏財運高定係正財運高。如果呢個鼻頭準頭元大，代表正財運比較好，但係一生要透過辛苦努力先至可以揾到錢。所以咧，我哋有鼻大無偏財嘅講法，係講鼻頭大啊。如果鼻頭比較尖，鼻翼橫闊外露嘅，我哋叫偏財鼻。咁留意啊，我哋講嘅偏財咧，唔係話去賭博嗰種偏財，而係講一啲唔穩定嘅收入來源，真係收入嚟嘅，例如投機炒賣啊，靠跑數去賺傭嘅咧，就叫做偏財。咁咧，但係相對呢種人咧，一生嘅財帛即係財運咧，都易聚易散啊，即係又易揾又易使嘅。尤其是鼻型成個鼻啊，你睇個面嘅比例比較短嘅人咧，更加容易係出現呢種情況，即係揾到你咧隨時洗突晒嘅。而通常鼻型夠長，喺現代嚟講，鼻型夠長、鼻頭尖、兩翼橫生嘅咧係富豪之格。你留意下身邊有冇咁朋友咯喎。咁同埋你留意下啦，而家通常啲超級富豪咧，通常都係一種又長又直，加埋尖鼻頭，兩邊鼻翼勁嘅，又好少會鼻梁鼻短咧，會做到富豪嘅，極少嘅。另外一樣嘢，以前咧話鼻窿大就會使錢啦，咁其實咧我哋唔係睇個鼻窿，係睇個鼻翼，即係呢嚿肉。鼻翼薄咧就好難儲到錢嘅，鼻翼厚咧就容易儲到錢嘅。咁不過如果你係偏財鼻、橫財鼻比較主要啦，所以你鼻翼薄厚其實喺現代就唔係太重要嘅，揾得嚟就使得去啊嘛。如果鼻頭有痣，代表呢個人咧容易生貴子，女士為甚啊？女士如果鼻頭有痣，留意下咯，啲男士留意下去咯，容易生貴子啊，即係個仔會叻嘅。另外咧，如果鼻頭有痣咧，代表一個人容易有痔瘡㗎，亦都同埋如果有紋係點解咧？如果鼻頭長期有紋喺度咧，留意下有啲人係成日有啲紋嘅，代表佢容易破財一生都。尤其是去到20歲、29歲、38歲、47歲、48歲呢幾年，即係行鼻運呢幾年咧，特別容易破財嘅，要留意下咯。咁頭先咧，我哋講咗咧，由眉至到鼻尖之間嘅咧，我哋叫中庭，代表一個人30歲至到50歲嘅運氣嘅，包括咗代表31到34嘅眉啦。35到40嘅眼啦，之前我有片段講過點樣睇好嘅眉同好嘅眼㗎啦。跟住分別代表41到50歲嘅鼻同埋顴，之後我有時間咧都會拍片再講埋嘅。然後咧，我哋再落去人中呢個位啦。人中呢個位咧係鼻同埋口唇之間呢個小坑啊，記住咯喎，代表51歲。人中咧通常我哋可以睇到一個人嘅壽命嘅長短，
子女嘅多少，同埋第一胎啊生仔定係生女嘅。人中深而長咧，代表長壽喎。咁如果短啊又淺嘅，代表咧短命啦，或者咧晚年身體唔好嘅。咁咧隨住年紀增長咧，一個人人中會慢慢變長啊，即係你唔會見到細路仔咁樣長啊，咁恐怖啊，冇呢咁嘅事啊，慢慢會變長嘅。所以咧係睇當時係大約過咗避孕，即係去到50歲先睇佢人中咧比較準啲，我發現。另外咧，人中長啊，代表人咧疑心比較重，咩都會懷疑嘅。人中短咧就疑心比較低，同埋喜歡俾人奉承喎。咁如果你男士追你女朋友嘅時候，發現咧佢人中比較短嘅咧，就多啲讚下佢咧，就好接受，好開心嘅佢會。另外咧，人中深而闊，代表咧容易生小朋友同埋多小朋友嘅。窄而淺咧就代表仔女比較少啦，同埋咧生小朋友嘅時候咧比較容易遇到困難嘅喎。所以我通常見到咧，人中比較淺窄嘅人咧，我會提議佢如果想生小朋友，生嘅時候咧最好揀剖腹產子，就順生咧會比較辛苦，比較困難嘅。人中嘅形狀就可以睇到第一胎生咩嘅喎。通常尖劍型咧，第一胎係生仔；圓形嘅話咧，第一胎就會生女嘅。咁女士特別準啊，你留意下啲女士喎。咁留意開嘅話咧，就睇埋女士嘅人中有冇痣或者啲黑氣喺度喎。如果有痣或者嗰一刻無端有黑氣出現咧，通常就象徵子宮有疾病。如果男士有呢啲現象咧，通常呢個人咧有痣嘅話咧，就中意講人哋壞話㗎，同埋咧中意成日轉工，又比較好色嘅。如果突然間有黑氣嗰啲咧，都係一樣，同埋亦都講佢容易有肺病同埋腎病嘅。咁咧講埋啦，人中兩邊呢個生鬚嘅地方咧，我叫做食祿啊，叫做食倉啊，即係一個倉庫嘅倉啊。如果咧生得夠飽滿夠闊咧，代表個人生活充裕；如果又窄又平又淺嘅咧，代表生活比較貧窮。咁你睇下人個嘴就知道㗎啦。咁咧，因為人中同食祿係相連嘅，人中長嘅人咧，食祿咧通常都會生得好嘅。跟住咧，我哋講下水星60歲，即係口呢個位置，我哋又叫做正口，可以觀察一個人嘅色欲、性欲同埋講嘢可唔可靠。口最緊要生得形態要端正，冇歪斜。尤其是咧，如果有時有啲人平時係正嘅，但係講嘢歪斜嘅話咧，咁都代表佢咧講嘢唔可靠嘅喎。嘴唇啦，好多人都聽過，上唇口就重情，下唇口就重性，因為上唇代表感情，下唇代表慾望。上唇口嘅人比較重感情，對愛情方面咧有美麗嘅幻想啊，好柏拉圖式嘅中意。下唇嘅人比較重慾，比較重視喺肉體實質上面得到嘅快樂，即係比較實際派嘅。如果上下唇同時豐厚嘅人咧，亦都代表個人除咗對情慾注重，待人亦都比較熱情。如果上下唇都平均比較薄，即係細嘅話咧，代表咧對情慾比較看淡嘅，對人亦都比較冷淡、比較慢熱嘅人嚟嘅。另外咧，睇嘴一定要留意一樣嘢，一定要睇佢嘅嘴唇同埋牙齒生得正唔正，牙齒都要睇㗎。牙齒整齊代表一個人咧言語可靠，否則咧代表咧容易誇大，中意亂講嘢嘅。就順便睇下啲朋友齊唔齊喎啲牙，咁啊容易睇到出嚟嘅喎。通常咧，如果你啲爆牙、虎牙啊，或者一啲參差咧，通常亂講嘢容易禍從口出嘅人就係咁噶啦。咁咧之後講嘴嘅時候咧會再詳細講啊。我嘴下邊承漿呢個位置就係咧喺嘴同埋下巴之間呢個位置，係睇一個人咧飲食容唔容易出問題，同埋酒量大唔大嘅喎。同其他位唔同，承漿要凹啊，唔好凸嘅。凹嘅代表飲食唔會容易出現問題，同埋咧如果飲酒嘅話咧，酒量一般比較好嘅有承漿嘅人。相反啦，如果承漿又淺又平咧，通常除咗代表飲酒唔好，其實係講酒品啊。我發現係即係飲醉酒會搞事啊、亂晒龍嗰啲，亦都代表咧容唔容易飲食出問題，同埋會唔會食物中毒。除咗要凹陷咧，最好就冇文侵字破啊。最後咧，我哋講埋地角，即係下巴呢個位啦。咁咧，佢其實除咗71歲之外咧，我哋由61歲開始咧，都會睇呢個下巴呢一帶嘅位置嘅。因為除咗睇下巴呢個位置咧，我哋仲會睇埋側邊腮骨，即係歸來呢啲位置嘅。下巴位圓潤、圓闊嘅咧，代表晚年安定，有子女緣。因為咧，下巴其實代表家庭嘅觀念，係一個人心目中裏邊嘅重要性。下巴圓潤而闊嘅咧，代表啲人家庭觀念比較重，
中意留喺屋企，中意照顧妻兒仔女，中意照顧老公，晚年之後佢哋都會對翻佢好嘅。相反，如果下巴尖削，代表一個人咧晚年容易孤獨，同丈夫妻兒嘅緣分比較薄，因為咧下巴尖嘅人咧家庭喺佢心目中嘅位置係比較輕嘅，佢好難適應結婚之後嘅穩定生活，通常唔中意留喺屋企，中意喺外邊蒲，寧願喺出邊食飯都唔喺屋企嘅，對屋企嘅觀念比較薄弱，所以亦都咁咧同子女屋企人嘅緣分比較薄，晚年運就會唔好啦。如果下巴中央有粒坑，即係嗰啲劈劈下巴，話你生咗個分開劈咗個下巴咧，就代表咧呢個人離婚嘅機會比較大，叫分家下巴，我哋叫分開個家庭啊。一般咧遲婚會比較好，最好過咗33、34之後先結婚咧，就比較容易解決到容易離婚呢個問題嘅。如果下巴有粒痣，長期粒痣咧，就通常屋企咧就容易漏水嘅喎，咁你留意下會唔會咯喎？咁咧我哋講咗下巴，即係鼻尖至到下巴呢個位置啦，包括咗人中啦、正口啦、腮骨呢個位置啦，即係有呢個歸來呢個位啦，同埋地角，即係我哋下巴位咧，就代表我哋51歲去到75歲嘅運氣嚟嘅。簡單嚟講咧，其實就係我哋一個人做完嘢臨尾之後，一生辛勞之後，最後嘅成績表會係點咧？就可以睇呢個位置啦。可以預早睇下好唔好？因為咧我哋有所謂相由心生，相由心滅。即係話咧，如果一個人咧個相唔好，但係心地好咧，就可以相由心生，個樣會變翻好嘅。咁你自己留意下，如果你發現晚年運唔好啦，快啲對屋企人好啲咯。另外一樣，相由心滅，即係話個相明明生得好好，但係個人立心唔好，心地唔好，個相慢慢都會變成唔好嘅，叫相由心滅。所以大家記住，心態係好緊要嘅。今日我哋講中央14氣勢，嚟到呢度就完啦。下次咧，我哋講下上中下庭同埋面型點樣睇咯。多謝大家，今次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。訂閱嘅時候咧，記得撳下隔離嘅鐘仔，選擇全部訂閱喎。咁樣我哋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如果你對影片嘅內容有咩唔明白，或者有話題想我哋講，又或者咧想講下你嘅意見，都歡迎你哋留言噶。你嘅支持就係我哋嘅動力。多謝大家。